叔叔，今天吃过饭有事儿吗？没有啊。我有重要事情要和你商量。通过今年春节，我终于把目标给确定了。什么目标啊？我爸未来的老婆。是吗？谁呀？你还记得春节前我跟你通话时我说了些什么吗？记得。你说你给你爸物色了一个贵州籍的音乐女老师，并且安排他们见面，对吧？是的，为了保险起见，在约会的前一天，我特地找来了白霜阿姨，让她来负责我爸的外形包装，并且协助我编写好了第二天约会的时候我爸该说的台词儿，争取做到以鼓作气，就地拿下女教师。结果呢？结果我在约会的前1分钟，我发现我错了。我爸应该娶的女人并不是那个女教师，而是谁呀？白霜。白霜？以前我始终没有把白霜阿姨列入我搜寻的目标中，是因为我觉得他们俩太熟悉了，没有新鲜感。再加上白霜阿姨在平日里讲话刻薄，表情冷酷，我怕我爸会镇不住她。所以但通过今年深一步的了解，我对白霜阿姨有了新的认识。她对我爸实在是太了解了，不管是在生活习性上，还是在性格细节上，她都对我爸了如指掌。我爸已经是40多的人了。哦，对了，别对外说出这个真实年龄啊。看上去啊，比40多还老。40多的老男人也不用追求什么感觉啦、心跳了，只是2个人平平淡淡的生活而已。我怎么没看出来白霜阿姨对你爸爸有特殊的感情？只不过是两小无猜的友谊罢了。所以啊，我们要编写一部戏，让这2个原本无法走到一起的人，通过戏剧转折而走到了一起，甚至相爱。你就别异想天开了，现实是现实，戏剧是戏剧，这2个东西是不能等同的。但是戏剧可以影响现实，这可是你说过的。我说过吗？说过，别抵赖。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一个艺德的问题。你这什么品味啊？你那个能跟我那个比吗？真是的，根本就不是一个档次。什么都拿来看，是不是？没错，我们在这部剧本里不是去描写一个一见钟情的激动，一种相濡以沫的依恋和默契。对，没错，不愧是好编剧。哎呀，甜甜啊，我这还有事儿要办，你让你老爹陪你去吧。哎呀，白霜阿姨，哎呦，甜甜，那里的环境也很高档，像我爸爸这种缺少洋派的，到那里往往会很尴尬。你看这样好不好啊，陆叔叔？你在编写下一部戏的时候，附带着写上一对中年爱情男女，当然是单身状态，偷情可不行。然后你再以你导演的身份命令我爸和白霜阿姨来主演，在拍摄的过程中培养感情。这有难度啊。我也知道有难度，所以我才来求你的。好吧，我会尽力而为的。拉钩。还是别拉钩，反正我会放在心上的。陆叔叔，我可不担心你的诚恳，可是我担心的是你的记忆力，你的脑子呀。嘿，我怕你一忙起来就忘记了。我脑子这么好使，怎么可能忘了？
不会的啊。哎呦，你们俩最近总在一起，没事儿探讨什么呢？探讨爱情。哎呀，小甜甜探讨爱情，太可怕了。小甜甜探讨爱情不可怕，可怕的是有一个快30的人陪她探讨爱情。陆叔叔，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为我爸爸写爱情戏吗？为什么？因为你可以让2个女人再爱你。哎呀，再见，老爸。再见。再见，陆叔叔。别忘记你答应我的剧本。不会忘的。再见。你打算写什么剧本啊？成哥啊，你女儿可一直为你操办婚事呢。嗨，你就别由她瞎闹了，我拿她是没辙了。知道她为你选定的目标是谁吗？谁呀？白霜。哎，注意开车啊！这不胡闹吗？乱点鸳鸯谱啊！哎，怎么着？你看不上她？这不是看上看不上的问题，从来就没有这迹象。你们2个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火花。白霜啊，从小就是一个刺猬型的人，平常跟她相处，她都把我刺得一愣一愣的。也就是说，你从来没有对她动过心思。你还别说啊，年轻的时候啊，我还真跟她献过几次殷勤啊，没戏。她有她自己的审美标准。什么审美标准啊？她不喜欢我这光头，她喜欢长发飘逸的那种。嗨，你可以为她留长头发呀。我留长发，那我还是阿成吗？这倒也是哈，你要留个头发跟明仔似的，就不是你的风格了呀。没准哪天啊，说不定双姐会看上像你这么一个乐呵的光头佬呢。哼，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我也懒得瞎琢磨。现在你女儿就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我，她所谓的剧本，就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你能不能不跟她瞎胡闹啊？啊，有那功夫赶紧给我写那个下个剧本。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啊，成哥，我已经答应他了。哎，对了，忘了告诉你了，今天晚上《亡命天涯》隆重首播，我得调查一下收视率去。快看呀，这是我爸拍的《亡命天涯》。快看，我出场了，我出场了！亲爱的，还是很有演技的嘛。我出场了，我出场了！快看快看，我出场了，我出场了！哎，我还挺假的，是不是？哎，你看，我明出场了，快看快看！哎，怎么这么快就没了？天哪，是吗？真的吗？这太让我心动了！我一定要找到这部电视剧的导演，就算走遍千山万水，我也要找到他。真的？真的。介绍一下，这就是导演啊，我们聊吧。哎，这，您就是导演吗？我是《亡命天涯》的导演。太好了，太好了，找到你真是太好了。我想知道为戏里文文做服装的那裁缝是谁啊？他住在哪里啊？我真的很喜欢那套衣服呢。哇，这女演员不是叫文文吗？是啊，据说她在剧中拍戏的时候跟伟杰谈过恋爱呢。她长得真漂亮哦。我们看了文文小姐的《亡命天涯》中的表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今天可是不远千里专程来请文文小姐的。
这是一个4级的古装戏，我们请文文小姐演女一号。谢谢谢谢，这个很正常啊。自从亡命天涯以后，我们几乎每天都收到几个邀请文文参加拍戏的电话，一般来说我都会拒绝的。那为什么呢？因为价格呀，文文小姐的价格是绝对不允许降格的。请问文文小姐是什么价法？你们是40级啊？40级，我的要求就是100万。啊，100万？哎，2万5一级啊，40级就是100万了。什么？我值100万？对，你值100万！哈哈！天哪，我有100万片酬了！哎，别得意太早，公司要收你1半的佣金。不管怎么说，我毕竟值这个数字了。你可以这么认为。陈哥已经邀请你写了下一个剧本，我呢也几十万一部戏了。是啊，你的意思是？这样的话，用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买很大的房子了，可以人人一部漂亮的车，我们还可以去外国旅行。吃早餐的时候，我们可以买2碗豆浆，喝1碗倒1碗。我们每人可以2部手机，自己给自己打电话。我们春节的时候可以买2瓶五粮液，喝1瓶吐1瓶。欧了，欧了！啊，我值100万了！不管怎么说啊，文文也是咱们公司一手捧红的，应该标榜。对，一会儿我让肥仔把我们文文的照片制作一下，然后挂在我们公司的墙上。明星嘛，搁在墙壁上永垂不朽啊！瞧你说的，我们在推崇你女朋友呢，还不领情？算了算了，别事儿的，咱还没到那份上啊。哎，好了，亡命天涯的时代已经结束了，我们应该重新上路了。陆天儿，考虑好下边写什么本子了没有？我还没考虑好呢。那好，咱们今天就讨论一下，讨论一下咱们下边拍什么题材。根据目前市场调研，现在最火的就是韩剧，就是那种用俊男靓女搭配，爱得死去活来的那种爱情悲剧。我们能不能用我们的魏杰和美丽的文文来复制一套我们中国版的爱情悲剧呢？有了魏杰和文文，制造爱情是没有问题了，但悲剧呢？中国有一部悲剧叫《窦娥冤》，这个戏曾使中国人掉了不少眼泪。我们再把大仲马的《基督山恩仇记》搬过来，中西结合 ，OK， 来一个现代版的爱情戏。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男女主人公在海边是一见钟情，海誓山盟，爱得死去活来。正当他们为爱情陶醉的时候，突然间一个第三者出现了。他先是挑拨魏杰，然后是栽赃文文，最后使美丽的爱情故事破裂，魏杰愤然离去。不久以后，文文肝肠寸断，忧郁而死。这个爱情感动了老天爷，6月里下了一场大雪。好，这场雪好，而且应该是鹅毛大雪。在大雪中，魏杰明白了真相，然后回到了故乡。一方面他祭奠文文，一方面他要追杀第三者，而且这个第三者也是武林高手。对，他跟魏杰展开了生死追逐，最后在文文坟前展开了生死搏斗。为了爱情去决斗，这很有点罗密欧与朱丽叶的对神韵，就是这意思。但这样写会不会缺乏转折和悬念呢？悬念和转折，转折在于，当魏杰和这个第三者在文文的坟前
生死搏斗，眼看着魏杰生死攸关的时候，文文的坟叭炸开了，文文从这坟里蹦出来了，协助魏杰杀死了第三者。是说我们在拍鬼神戏？不是鬼神戏呀，文文的死呢是一场戏呀，目的是进一步揭穿第三者。怎么样，我这故事够创意了吧？你们都说完了吗？说完了。你觉得怎么样？我的意见是，诸位应该回家吃饭了。OK， 既然你们不喜欢《窦娥冤》，那我们就来一个其他的悲剧爱情，比如现代版的《秦香莲》。我可不想写陈世美。那我们就不如来个爱情神话，比如孙悟空暗恋观世音。你就别篡改名著了，好不好？我们弄一个科幻版的《宝莲灯》怎么样？科幻版的《宝莲灯》。咱们还是现实一点吧啊！你们说的这些都太虚无缥缈了。再说，这也不是咱们露天的爱好。你们想想看啊，这魏杰和文文恋爱了，但由于我们的文文小姐太过的迷人，招惹了著名的恶棍。这恶棍利用手中的势力赶走了魏杰，霸占了文文。但我们的文文小姐宁死不从，就被恶棍利用手中的势力压在了这东方明珠电视塔下。数年后，魏杰练成了未来世界激光剑，劈塔救人。你究竟是现实题材还是科幻题材？管他什么现实题材还是科幻题材，反正魏杰劈塔救人，肯定能获得观众的喝彩。那上海市政府一定会让你们赔钱的。哎呀，小丽，你怎么才来呀？是啊，我们都等你好久了，路上堵车。小丽，来的正好，我们正在讨论剧情呢。什么讨论剧情啊？我们是在研究题材，弄清楚。反正都一样。我们呀，要弄一个具有悲剧色彩的爱情故事。总之，剧情要曲折，要离奇，而且啊，结尾一定要让观众哭得稀里哗啦的。哦，要能展现魏杰的英雄气概，更要展现文文的美艳姿色。那你们讨论的怎么样了？现在还没聊出什么眉目呢。陈哥想了一出悲剧爱情版的《窦娥冤》，肥仔呢想了一个科幻爱情版的《宝莲灯》，我还想了一个孙悟空暗恋观世音，只是他好像都没有什么感觉。哎，小丽，其实我那个科幻版的《宝莲灯》不错的，真的。小丽，说说你的看法吧。你是编剧，我哪能指挥编剧啊，是吧？哎呀，反正都是闲聊而已嘛。喂，芳姐啊，什么？哦，好的，我跟燕子马上就过去。好的，拜拜。燕子，我们去公司一趟，曾总有事找我们。好，走吧。诸位，我们要去公司一趟，你们先吃。好，注意安全啊。什么事儿这么忙啊？反正就是拍戏签合同的事儿。我们先走了啊，拜拜。拜拜。拜拜。哎，要不我们继续聊我那个科幻版的《宝莲灯》吧？我觉得不错的。刚才你为什么一言不发呀？因为我觉得我的发言会让大家扫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大家的提议都很有意思，也各有看点，但是太多了。什么太多了？你打开电视可以看见很多这样的故事在演绎，所以你写了也不多，不写也不少。怎么不说话？不说话就意味着默认。陆天，你为什么不能写一个具有时代沧桑感的作品呢？在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下，科
刻画出一个命运多舛的人物来。他的命运呼应着当时的历史，他的个性又能感染今天的观众。我当然想了，但是我不知道现在的我有没有能力驾驭。你都没有尝试过，怎么知道不行呢？你有这方面的故事吗？我一直都很敬仰一个女人，她就是30年代的女作家苏婉儿。她出生在一个落魄的封建贵族家庭，但是她的个性却是现代的、开放的。她总是能在坎坷的人生中保持一份真诚和执着。她一直勉励着我，也可以说是她影响了我的个性。知道她的爱情吗？她的3次恋爱，每一次都爱得轰轰烈烈，爱得义无反顾。然而每一次，她都深深地被伤害，因为在苏婉儿的内心世界里，她认为只要爱一个人，就应该承担起这个人的责任，所有的责任。所以她总是受伤。然而她从不怨天尤人，她甚至很享受这份痛苦。这就是苏婉儿，独一无二的苏婉儿。继续说。直到他临死的时候，他都仍然孤身一人，因为他根本无法承受虚伪的生活方式和不纯洁的爱情。知道吗？你刚才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那就是他从来不怨天尤人，甚至会享受痛苦。大编剧既然被打动了，为什么不把它写成剧本？假如我写成了这个剧本，谁来演呢？当然要找那种能读懂苏婉儿的好演员。你愿意演吗？如果剧本不是很烂的话，我当然愿意。欧了，我们还是继续聊聊苏婉儿吧。她出生在1919年的北京，她的笑容就像海中的一弯明月，总是能给夜晚带去一丝温馨。上个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战云密布，同时又充满朝气蓬勃的年代。在那个时期，在亚洲，有一个最迷人的城市，它包容了所有的梦想和欲望——上海。苏婉儿的童年在古都西安度过，在一个典雅的院子里，充满了一个女孩子如痴如梦的幻想。后来14岁，他们举家搬迁到了上海，在一个德国式的花园别墅里，她开始了她的少女情怀。第2年，也就是他15岁时，一个比他大13岁的画家走进了他的身旁，初恋开始了。在苏婉儿的世界里，有一种东西比爱情更重要，自我和信仰。于是，他结束了这场初恋，但并没有结束他对人生的态度。在往后的岁月里，他依然真诚，依然自我地面对着每一次的人生磨难，承受着又一人的爱情挫折。好一个海中月呀！其实啊，你每天没必要这么费力的去练，隔3个月打一针瘦脸针就可以了。我们家的文文就是这样。他现在升2了，他可以这样，我不行。告诉你个好消息，苏婉儿那部传记式的剧本已经完成了。昨天晚上，我写完了最后一场戏。真的？
叫什么名字？海中月。不错啊，这名字不错啊。请过目。你自己觉得怎么样2年前我写完《40孤人来》，我感觉到一丝得意。我觉得所谓的名编剧也不过如此。1年前我写完《亡命天涯》，我感觉到一种傲然，因为那部戏让我找到了腕儿的感觉。海中月不同，我既不得意也不傲然，我有一种想哭的感觉。真的，看看吧，看完之后给我评语。哎，顺便告诉你啊，你是这部戏的第1个读者。韩剧的精妙之处，难道就是哭吗？这根本就是扯淡。最重要的是，人家能营造出一个具有美丽画面的、细节真实感人的氛围，这才是门道。那回头我把你的想法告诉他。好了。哎，陆导。哦，小丽来了。啊。坐吧。哎。剧本我看完了。是吗？这么快？怎么样？有何见教啊？我是连夜看完的，到现在还没睡。这么说，我的剧本有些脚草。陆导，咖啡。谢谢。咖啡，请慢用。说说看，怎么睡不着啊？当我看到开局部分的时候，我觉得很欣慰，因为我看到你在用心地编写这个故事。当看到中间部分，尤其是第15集，苏婉儿告别了战乱中的爱情时，我明白了一种感受，叫震撼。我没想到你对一个女人的内心情怀会有这么大的宽容。我哭了。当看完大结局，我擦干眼泪，不停地告诫自己：好了，不要再沉迷于这个故事当中了，否则我会爱上这个编剧。我相信你说的一切都是真话。陆大编导，我有一个要求想申请。当然可以。要想海中月精彩，就必须刻画出苏婉儿。所以，我希望你们在女主角的人选上一定要慎重，一定要选一个能刻画出苏婉儿的人选。如果我们找了一圈，都没有找到比你更好的呢？那就让我来演。到时候你来帮我找个好房子吧。行啊，3分钟以内的。要好一点的。哎，我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觉，让我想到一个好点子去拍戏。真的啊？说给我听听。好。现在老百姓看戏，最重要的是刺激，对不对？所以拍出来呢，一定要让他们瞠目结舌啊！故事这样开始的时候啊，在棺材铺里发生，啊，有个美女，很美，死了。她家里人呢就把她放到棺材里。半夜3更，她突然间醒了，哇，多紧张啊！啊，所有的人在家里面走来走去啊，乱套了。邪乎！哎，陆天儿，快来，快来！赶紧听听曾总的剧本设计啊！好，我去一下洗手间啊。哎呀，我正找你呢。我是不请自来啊。哈哈。除了他死而复生呢，不单是家里人乱成一团，我黑白两道那更加是乱七八糟啊。而最后把意大利的黑手党全引来了，哇！
为什么呀？哎，就是为了那个新科技产品，那个超级无敌纳米药水，起死回生水，哇，对吧？无论什么人啊，用了那种药水，死而复生啊！哇，被人杀的呀，被人谋杀的呀，因为谋财害命死的人啊，全部复活，对不对？那杀人的人，做坏事的人，多怕多惶恐不安啊！然后呢，黑白两道人全部出来了，追逐啊，为了那个神奇药水，然后高潮迭起，哇，效果怎么样？啊，感受到那种心旷神怡了吗？啊？你一晚上没睡，就想出这些？对了，感觉怎么样？感觉您呀，还是看看我这个吧。它会让你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心旷神怡。剧本看完了，写得不错，确实不错。尤其是苏婉儿情感命运这条主线，写得很大气，也很有震撼力。问题是，成本。对，成本。故事发生在30年代的上海滩，一集戏下来最少40万，30集，至少1200万。我上哪儿弄这么些资金呢？像这种发生在老上海的爱情戏，一旦拍好了，往往能打开港台啊，或者东南亚的市场。这个道理我懂，可是这数字，它到底不是小事儿啊。我把这本子给曾志国看了，曾志国一下就给否了。他说你这本子还不够哗众取宠。就他那副德行，他懂什么呀？他。可他毕竟是投资者呀，老弟，忽悠300-400万我成，要弄来这1000多万，那得靠运气。兄哥，我相信你的运气历来都不错。别忽悠我！一会儿进了包厢，千万别叫我老大成哥什么的，叫阿成。为什么呀？修哥才是老大呢，那势力那派头，我比人家差远了。哦，你是大哥，人家是大哥大。哎，还有啊，一会儿谈话的时候，不管他说什么狗屁观点，你都不要打断他。修哥最讨厌别人打断他说话。那他能怎么样？这么说吧，修哥喜欢开奔驰，穿双排扣西装，系细花纹领带。从前面看你怎么看怎么像绅士，从后边看那后腰永远鼓鼓囊囊的。为什么呀？腰里边别着西瓜刀呢。都开奔驰当董事长的人了，还玩这些啊？永远保持英雄本色。哦，对不起，你们找谁？修哥在吗？你是？我叫阿成，拍电视剧的。哦，那你们2位在这稍等一下吧，修哥在里面和别人讲述，过一会儿才能出来见你。好。啊。讲述是什么意思啊？讲述，江湖黑话，就是谈判。诸位，好久不见了，近况怎么样？有修哥罩着，能不好吗？话不能这么说，在座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今天能够叫我一声修哥，这是大家给我面子。也许大家都听说了，最近呢，美梦公司出了一部20集的电视连续剧，叫《亡命天涯》。这个戏的 VCD 的版权我买下了，花了我100多万。下个礼拜隆重上市。我指的是它的音像制品。
我希望大家最近不要出我的这部片子的盗版光碟，让我收回成本。1个月以后，你们出任何形式的盗版，我绝对不干涉。怎么样？其实呢，中国的盗版市场说大也大，说小也小。我看了一下，能够上规模的出盗版光碟的主，今天基本上都坐在这儿了。我想，大家会给我面子吧？怎么样啊？此外，还请诸位替我监督一下，有没有那种刚出道的小字辈儿，他们两眼一抹黑，鬼神不入门，稀里糊涂的就吃了我修某人的头道。如果大家一旦发现了，告诉我一声，我教育教育他们，啊。成哥，这江湖险恶呀！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我就把它摆平了，明白了吧？我还是不明白，他们要是真的盗了你的版，那你怎么办呀？哼，怎么办？罚款呗。罚款？啊，这不去年我花了400万买了香港的一部电影，叫《同人》，啊，本来呢买了这个版权之后，我跟那些个盗版商打过招呼，他们明确的表态，啊，要给我2个星期的时间。结果呢，有一个潮州的杂种，第3天。他就出了我的盗版，你说气人不气人啊？结果啊，我对他进行了通牒，这小子也不含糊，从东北拉了一帮人，嘿，有模有样的，哎，要跟我决斗。那战况如何呀？战况如何？那还用问吗？谁是修哥的对手啊？这，哎呀，第4天呢，这帮小子乖乖的，在我面前全跪下了，现场掏出了500万，500万可是现金啊！嘿嘿，这帮小子也不打听打听，玩盗版，我是他们的祖师爷。就是，你是导演？也是编剧。哦，编剧也是你？对。不错不错，剧本我看了，有点意思。尤其是里边那个女主角，叫什么？苏婉儿。啊，对对，这个人物写的不错。哎，你斗的真不错。承蒙夸奖，承蒙夸奖。不过，我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哎，这里边那个苏婉儿和那个他老情叫陈天鹏吧？哎，他们之间老是眉来眼去的，就没发生点什么关系吗？什么关系啊？嗨，就是男女之间的那关系嘛。嗨，他们俩之间是一种内心的感觉，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神交。这不好不好，我觉得啊，这俩人感情发展到一定程度，老绷着，不搞点什么，这没意思。哎，你们得尽快的让他们搞上，啊，
后来之所以分手啊，就是因为一方他满足不了对方。不是，这不健康啊，这有些少儿不宜啊，这个。嗨，那个其他细节地方啊，咱们再商量。今天来主要是跟修哥谈投资的事儿。车穿过那片麦田，穿过金色的秋天，我们相遇的那一瞬间，彼此的生命从此改变。你曾经穿过我心田，留下了一片落叶，落叶带走时间，写下思念，还有你爱笑的脸。爱藏在心里面，永远看不到爱的春天，像那片已经老去了的荒野，看不到似水流年。相爱剩下怀念，列车开不到爱的麦田，像那条铺满大地的生命线，我们的爱只差一点，你我之间。列车穿过那片麦田，穿过金色的秋天，我们相遇的那一瞬间，彼此的生命从此改变。你曾经穿过我心田，留下了一片落叶，落叶带走时间，写下思念，还有你爱笑的脸。